好，非常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每个级别是使用什么样的课程内容来达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能力的培养。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个级别的课程内容的选材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初级上啊是开始加入到了真正的绘本上的阅读了，对不对？那这些绘本是怎么样选择的呢？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都选用的是一些经典的大师绘本作品，比如说像这个凯迪克金奖啊、银奖啊等等这一类的啊绘本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像非常有名的这个饥饿的毛毛虫啊，对不对？还有这个猜猜我有多爱你呀 ，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 等等这些非常经典的一些绘本作品。但这个的目的是，一定要有趣，对不对？好玩，画面感要非常的鲜艳，是不是？设计感也要非常的好啊。那这是我们整个早期阅读在绘本选择的这个素材上面所侧重的一方面。而且呢，在整个早期阅读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啊？我们是让孩子认字的吗？并不是，对不对？目的是让孩子喜欢上阅读，哈，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要素。所以更多的我们是采用一些大师的经典绘本。那么到了初级下，我们开始加入了分级阅读了。那所以呢，在分级阅读一开始呢，我们选用的是 Reading A to Z 这一套分级绘本。那因为 Reading A to Z 的特点呢，是它侧重于什么呀？重复性会比较强，所以会非常适合最开始进入到分级阅读的这些孩子们，因为它的重复性很强，句式又比较偏简单，所以很容易上手，并且能够很好的去培养孩子对于高频词汇的这些敏感度。那所以在整个初级下分级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课堂上一共会让孩子对应900个字数的这些文字就是只读。好，一学期下来是900个字一共。那么并且在这个自然拼读我们这里开始加入了自然拼读。那么自然拼读呢，我们是学习的初阶，就是 Let's Go Phonics 好，那么在中级上呢，我们不仅仅有分级阅读了，对不对？还要有阅读理解的培养了。所以呢，我们在选择整个分级阅读的体系的时候，更偏向于对于理解的能力的一个要求和进阶了。所以我们会选择牛津树牛津树和 Reading A to Z 这2套分级阅读不一样的特点呢，是在于牛津树呢，它会比较侧重于故事性。它的故事性会强一些，而 Reading A to Z 呢会重复性强一些，所以在侧重于故事性这方面呢，牛津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材了。那因为我们也要开始侧重于阅读理解的培养了，所以要培养孩子对于逻辑感的这个要求也会更加这个要求会更高一点。好，那么在整个自然拼读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开始进阶到中阶。就是 Let's Go Phonics 2。好，那么在中级下呢，我们的这个分级阅读呢，会比较侧重于大故事、大场景了，也不是很大，就是中场景，因为相当于 Reading A to Z 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单场景，对不对？牛津树会更偏向于什么小场景，而 Reading Yourself 呢，可能会更偏向于我们的中场景，因为Reading Yourself 这套分级绘本呢，它会比较偏向于经典的童话故事，而这些童话故事场景一般都会比较稍微的复杂一些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中场景。那么在中级下我们这个中场景 Reading Yourself 在课堂上我们只读精读的这个对应量呢是在1.2万字，那牛津树是在2200字左右那同时呢，在这个板块阅读理解板块呢，我们加入了一个非常体系化的教材就是 Journeys， 也就是美国小学语文课本开始真正的去学习阅读理解、阅读策略了。那在自然拼读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开始进阶到自然拼读的高阶 ，Let's Go Phonics 3。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高级在高级呢，我们的分级阅读开始进阶到什么呀？从 Reading Yourself 这一类经典的童话故事进阶到了桥梁书，也就是小说了。那这个桥梁书呢，我们在课堂上文字声音的这个对应量是在2万字左右那么阅读理解和交流写作呢，都是基于 Journeys 这个
就是美国小学1年级的语文课本来展开的。高级下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啊，分级阅读进阶到了什么呀？章节书，比如说像这个 Boxcar Children， 对不对？这个篷车少年呀，神奇树屋啊等等，巧克力工厂啊，对吧 ？Charlie and 巧克力工厂啊等等啊，这是章节书。我们在课堂上精读的这个声音和文字的对应量是在12万字。那同样，阅读理解和交流写作呢，都是基于这个 Journeys G2， 就是2年级的美国小学语文课本来展开的。所以这以上呢，是我们每个阶段在发展孩子不同的阅读能力的时候呢，使用的不同的这个课程内容和教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读物的选择上啊，在这个绘本的选择上，从早期阅读到我们的分级阅读，再到桥梁书、章节书，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这个进阶的过程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啊。好，首先呢，在这个初级上，也就是早期阅读阶段，大家会发现这个大师级的绘本色彩非常的鲜艳，对吧？而且画面也非常的唯美，而且图片很多，字数也还可以，对不对？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让孩子去认字的，更多的是传递给他讲故事的。好，那么到了我们分级阅读的这个阶段，识文断字的阶段，大家会发现在初级下我们采用的 Reading A to Z 就是这一套。图片还是挺大的，对吧？字数还比较少，而且呢，每一句话都非常简单，重复性很强。到了中级上呢，我们开始用牛津树了，有一定故事性了，对吧？所以它的文字信息量开始逐渐增加，图片信息呢，依然还是这个占比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好，再到中级下，我们的分级阅读绘本就进阶到了谁呀？Read It Yourself。这样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类的，对不对？所以在中级下，大家会发现字数就是文字信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开始占到整一面的1/4了。好，那么图片呢，也是啊，这个可能这一幅图可能不能完全的去表达出我这段文字所讲的所有信息啊，而是只是可能表达一部分信息了。好，那么再过渡到高级上，也就是桥梁书阶段，我们来看一下图片怎么样，越来越少了，还变成黑白的了，对不对？啊，之前在这个中级下的时候是文字占1/4，而到了高级上，桥梁书呢是图片占1/4，文字越来越多了。但你会发现这些文字还都比较偏向于简单的，啊，对不对？好，到了高级下。基本上就没有文字信，就没有图片信息了，很少，基本上都是文字信息，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整个读物的一些选材，分级阅读的一些选材。那自然拼读的选材是什么呢？就是 Let's Go Phonics 啊。那么在初阶，啊，也就是在第一阶段，基本上就是26英文字母的发音。那么在中阶呢，自然拼读中级是一些字母组合的发音。对吧？高级呢是一些多字母组合的发音以及不规则的一些这个字母的发音。好，这是自然拼读。好，再来看一下阅读理解啊。阅读理解其实就像我说的，其实阅读理解是我们一开始就要给孩子在开始阅读的时候就培养的一个能力和这个工具。所以呢，在入门级、在早期阅读阶段和初级下，包括中级上这3阶段，我们也依然多多少少都有渗透阅读理解，但是呢，渗透的并不是特别多，因为目的还在于培养他的阅读兴趣以及识文断字这一块儿。所以在这几个阶段呢，我们更多的阅读理解是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来去呈现的。举个例子，可能说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早期阅读的时候呢，是老师把这个故事呢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来画出来，并且呢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来讲解，其实这就是在传递阅读理解嘛，一直在使用这样的一个阅读理解的工具嘛，对不对？好，到了初级下呢，我依然也是在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来进行讲解，但是呢，我来画思维导图，那这个时候随着你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那开始怎么样？我来画思维导图，你来怎么样读？好，那么进阶到中级上呢，阅读理解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了，是你来画这个思维导图，你来讲，
哎，大家明白这个进阶过程吗？最开始是老师画，老师在讲，再进阶到初级下呢，是我画你讲，再到中级上的话，中级上的时候呢，是你来画，你来讲，啊，运用思维导图来讲，来复述。啊，好，那么到了中级下，我们的阅读理解就开始真正的走向体系化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了。前面都是在什么打基础啊？好，那么到了中级下，我们的阅读理解开始，包括到后面的交流和写作，都是基于 Journeys 美国小学语文课本啊来展开的啊。Journeys 这个教材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材呢？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啊。好。这个呢是 Journeys G1， 就是第一年级美国小学1年级的一个教材的呈现形式啊，都是每一篇都有一篇课文，对吧？然后重点单词包括 read and comprehend， 它会比较注重你的阅读理解，包括一些交流啊 ，your turn 啊，最后呢是 grammar 语法，对吧？涉及到语法的时候，其实就在慢慢的培养孩子写作的这块能力了，对不对？好，最后啊 writing 啊，交流与写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Journeys 这部教材关于阅读理解这块具体是怎么培养的。在 Journeys G1， 就是 Journeys 的1年级这个课本当中，一共培养孩子13大阅读策略工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语文课本当中的这个阅读理解、阅读策略工具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思维导图啊。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 classify and categorize， 什么意思？分类。分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理解的工具和一项能力啊。好，再比如说 class story 是什么意思呢？ Reading and writing workshop 就是开始教你怎么样去复述一个故事 ，retell the story， 啊，抓取故事当中的什么呀重要信息，比如说 What is the story about？Who is the story about? What happens first, next, last? 啊，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复述故事的一个工具啊，和思维导图。还下面一个 conclusion， 如何教小朋友做什么呀？做总结、做结论 conclusion 是这样的一幅思维导图。哎，你有什么样的论据来支撑，最终导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好，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叫做 cause and effect， 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啊？让你分清楚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因果关系的这个逻辑能力。再比如啊，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什么能力呢？叫做 sequence of events， 啊，就是你读了这篇文章之后，读了这个故事之后，你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啊？具备把事件的发展顺序罗列出来，准确的罗列出来的这项能力啊！你看，美国小学语文课本都是在教什么？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来发展这些能力。再比如，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还有什么能力呢？就是 understanding characters， 理解啊，能够揣摩人物的心理特征。啊，并进行分析和推测，比如说 characters behavior， 这个人物有哪些行为，最终你会对这个人物有什么样的猜测 ？inference about character，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工具啊。还有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维导图，是什么呀？叫做 story structure。story structure。你不管是今后你要写一篇小作文也好，还是去阅读一个故事也好，你都要有一个整体的架构。什么架构呢 ？setting， 故事的一些，比如说人物啊、地点啊这些背景 ，characters 有哪些主人翁呢 ？plot 情节是什么样？有哪些情节？而讲到情节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思维啊 ？beginning、middle、end， 开头、中间和结尾。这是一个对整个故事进行宏观的总结啊，要有一些这个宏观的架构，这个非常有用。包括最后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基于这个阅读理解的交流和写作，我们在发展孩子的写作能力的时候，也都是一定要基于这些阅读策略工具啊来进行的。
还有比如说像 compare and contrast， 比较相同和不同，也是用这个 bubble map， 对吧？也是用这样的泡泡思维导图来进行的。好，所以总结一下啊，其实这个阅读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而发展阅读理解这项能力是从一开始就开始渗透的，只不过呢，在开始渗透的时候，更多的是老师来去渗透，而不是让你感觉到我是在教你。而真正的让孩子开始系统的去学习一些阅读策略和工具呢，是在我们整个中级下开始用 Journeys 这套教材来系统的来发展孩子这项能力的。好，所以在这个我们整个阅读课整个课堂设计的一些思路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通过故事，那故事其实就在培养孩子的听说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听说能力已经非常强了，所以我们是运用孩子的听说能力来发展以下这3项技能。第一，自然拼读；第二，阅读理解；第三，语法写作。那大家会发现，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更偏向于习得，对不对？那么在讲自然拼读、阅读理解、语法写作的时候呢，会更偏向于什么呀？应试，会更偏向于学得。所以这是我认为能力和应试的一个关系。很多人都会问到我说，桑尼老师，你们这个体系啊，确实非常不错，孩子的英语能力能发展的特别好，但是你们这个从你们这套体系出来的话，我们家孩子考试能考高分吗？我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你们家孩子现在都可以看英文原版小说了，或者说是都可以这个灵活的使用一些阅读理解的策略工具了，都可以进行这个写作了。你说你们家孩子就是应试的考试对他来说简不简单？其实会非常简单的。而且为什么我说它会比较偏向于应试呢？是因为在这个整个我们学习美国小学语文教材的时候，其实语法是已经渗透在里面了，所以它其实是2条轨道是会能够兼顾的。好，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的课程设计包括我们的整个 Journeys 这套教材。那现在呢，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我们整个阅读体系这个阅读理解是怎么样设计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些时间来进行交流和复盘。好，非常好大家的这个分享都很棒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信息量所以其实我们仅靠这个1-2个小时这样的理解是完完全全不够的需要大家在课后呢也要花更多的精力去消化。好，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能力和应试的一个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为什么非常觉得这个 Journeys 这套教材是目前为止我见过最为经典、最为体系化、最为科学的一套教材的原因，是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就单拿语法这个点来讲，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人教版当中语法是怎么学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学习语法是，我觉得是成点状的就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好像，我到了初中之后开始接触语法了，老师就开始给我们讲什么单三呀，然后各种从句呀，什么定语从句等等，一切语法点来的都特别的突然对当时的我来讲，我完全不理解这到底是在讲什么。对，好，所以呢，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仅真的是凭我的这个语感来去做的题，真正的你说让我去靠这个语法来去做的去把这个题解出来的这个能力还比较欠缺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代人在英语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非常纠结，就英语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难的。但其实对于英语为母语这些国家的小朋友，他们有在学语法吗？是有的，而他们学习语法的过程是非常体系化的。有多体系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把我们整个中级下阅读的一个大纲拿出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在阅读下的时候，中级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使用 Journeys 这个教材，对不对？才开始非常体系化的去教孩子们阅读策略、阅读理解以及交流和写作
就涉及到了语法，对不对？那我们来单看一下语法这一栏啊。好，这个红框框啊 highlight 出来的这一栏，这边呢就是我们整个人教版语法的一些分布。大家还记得我刚刚在讲这个分析语言的本质的时候，我有讲到那张图三角形。大部分中国人在学习英语的时候都会比较纠结于单词，对不对？句子和句型或者是语法啊，我们都仅仅局限于什么呀？学习一些语言知识层面，对吧？虽然我们是在发展孩子的能力，但是我们依然非常的局限于 focus on the point， 就是就是点状的思维会比较严重。我们还基于学一个单词做积累，对吧？这思维还是处于点状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学习语法，它也是一定要非常体系化的，由点到线再到面这种网状的，要形成语法也是要有思维的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整个 Journeys 美国小学语文课本当中，它是怎么样去体现语法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先讲的是什么呀？ Nouns, action verbs, sensory verbs, adjective， 对不对？等等，这是在讲什么呀？词性，对吧？大家会发现文章是由什么组成的？一句一句话组成的，对不对？而一句一句话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是由一个个单词组成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哇，它整个体系化非常的完善，由点到什么？到线，再到面。点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些最小的那个单元，对不对？最小的语言单元就是词性啊，就是词汇。什么叫名词？什么叫动词？什么叫形容词、感官词等等？而由这些学完词性之后，这些词汇组成什么呀？会组成句子，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学习什么 ？sentence structure， 句子结构。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主语啊？什么叫做谓语？什么叫做宾语等等？好，学完了句子结构之后，再学什么呀？再学时态等等这些比较复杂的语法现象啊。所以整个大家会发现语法结构非常的体系化。但是再看一下我们人教版的语法，就非常凌乱啊，就散落在各个年级的各个单元，就是体系化思维比较弱啊。可能我们在讲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啊，你看这个3年级也有，4年级也有啊，句子结构呢就是5年级也有，6年级也有等等，所以它非常的分散，它就不容易培养孩子这个整体的思维啊。所以我们在做语法题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只关注一点，如果这个点我不能连成面的话，我就真的解不出来这道题了啊，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从入门级再到自由运用整个读写体系，我们每个阶段所使用的教材啊。从入门级我们是用一些童谣儿歌，再到初级上我们使用一些经典的绘本，这些都是属于早期阅读啊。到了初级下，我们的分级阅读用 Reading A to Z， 自然拼读是 Let's Go Phonics 1， 对吧？再到我们的中级上用牛津树 Let's Go Phonics 2， 中级下 Read It Yourself Let's Go Phonics 3 and Journeys GK， 再到中级上我们的桥梁书和 Journeys G1 啊，高级下章节书 Journeys G2， 再到自由运用阶段是扩读。所以这个是不同阶段我们所使用的阅读的一些课程的选材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来花一些时间来复盘一下，因为刚刚确实信息量非常大。复盘什么呢？复盘我们每个阶段我们所使用的课程选材和内容。好，欢迎大家回来啊。那我们继续。刚刚我们讲了听说，讲了阅读，还有一项能力没讲到，是什么呀？写作，对不对？好，因为写作确实都已经渗透在了我们整个 Journeys 的这个教材当中，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啊。那在我们这个整个体系当中，学了4年、学了5年左右的小朋友，他们在阅读的在这个英文写作方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成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样的小视频。
啊，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我们的整个英文作文啊，就是我们这些毕业生们，包括我们在读的一些学生们写出来的小作文。那大家也可以相互交流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那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再找一位你不认识的人，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好啊，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聊。刚刚我们在看完这段这个小视频当中呢，大家还记得我说了这样一些话啊，说自然流利，读要达到什么目的啊？一目十行，非常好。写呢？写要达到什么目的啊？对了，笔随思动。好，那这个是我们希望孩子在经过这样的教学体系之后，最终呈现出来的语言状态，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最后做一个总结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各个级别所使用的一些学习材料的一个汇总了。那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在入门级，因为我们只有什么呀？听说这条线，对不对？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Steve 和 Maggie， 包括里面包含了儿歌和童谣。在初级上的时候呢，我们听说阶段使用的是 Peppa Pig 这样一部动画片，对吧？那阅读呢，我们是阅读一些经典的绘本，目的不是在什么呀识文断字，目的是在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到了初级下呢，依然是 Peppa Pig， 对吧？这是听说阶段。那么阅读阶段，我们开始加入了分级阅读 Reading A to Z 和自然拼读 Let's Go Phonics。那么在中级上呢，我们的整个动画片进阶到了中场景，开始从 Peppa Pig 到64 Zoo Lane。那么在读写阶段呢，我们加入了牛津树分级阅读以及 Let's Go Phonics 2。在中级下呢，我们从64 Zoo Lane 这个10分钟的动画片呢，进阶到了20分钟的小电影《老鼠记者》，并且在读写线上，我们进阶到了童话经典的童话故事，也就是中场景类的故事 Read it yourself。还有呢，自然拼读进阶到了高阶 Let's Go Phonics 3。那同时呢，我们加入的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所以从 Journeys GK K 阶段开始。到了高级呢，我们进阶到了什么呀？从20分钟的小电影进阶到电影大电影，比如说像《寻梦环游记》这样的大电影。那么在读写这条线上呢，我们从之前的读经典故事，对不对？还是停留在故事阶段，进阶到了什么呀？章节数大场景，对不对？跟我们的读写、跟我们的听说线其实是保持一致的进阶到了大场景，也就是桥梁书小说阶段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阅读理解就进阶到了 Journeys G1， 就1年级的美国小学语文课。那到这儿呢，我们的自然拼读基本上就已经学完了。好，那到了高级下呢，我们依然是大电影，但是大电影的难度会比较高，对孩子的认知会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比如说我们采用的是一些狮子王花木兰等等这些非常经典的电影。那同时呢，分级阅读进阶到哪里啦？章节书，对不对同时呢，阅读理解进阶到了2年级 Journeys G2 那自由运用阶段呢，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叫做 STEAM。因为它是比较综合性的，不管是我们听说阶段也好，还是我们的读写阶段也好，都包含了的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个知识会比较多，所以我用了 STEAM， 因为我们涵盖了这个融入了这个 STEAM 的教育理念在里面，所以我用 STEAM 来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各个级别的一个框架的内容选材和设计。好，那么接下来呢，真的是做一个最后的总结了好，用2句话来给大家量化一下整个我们在听说阶段在听说这条轨道上，我们是一共使用了103个英文原版动画视频103个英文原版动画视频，这是我们听说语料库。那么在阅读呢，我们阅读课堂的精读量什么叫做精读？就是在课堂上，老师让孩子声音和文字做的这个对应的量达到了26万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的体系和大部分的这个培训机构不一样，在于哪儿呢？在于我们的量真的很大，仅凭我们的课堂上的量就已经非常大了
啊。所以也正是因为我们有海量的输入，才有什么呀？才有比较流利和自然的输出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教学体系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最后呢，这个总结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因为我一直会在强调我们的整个教学体系的理念啊，它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先习得后学得的。有些孩子他可能，或者是现在有些父母会比较功利性，觉得我让孩子学习英语，可能更多的就是让他能够考一个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经历过这个应试体系上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非常能够感受得到，在应试这条体系下，如果我们不具备语言思维，而去直接接触应试，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难的，我们会觉得英语非常枯燥。但其实英语真的没有那么难。我说的这个没有那么难，是基于什么呀？你要有一个最底层的语言思维之后，再去接触应试，就先习得后学得。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应试你才能真正的去学到一些知识，语言知识，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先习得后学得和直接学得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可能在第1年、第2年，我们的孩子都在干嘛呀？看一些英文原版动画片，上课的时候呢，看老师在那儿夸张的演，对吧？然后呢，回家之后呢，还要听各种的这个录音，对吧？音频，之后呢，还要做一些这个语音作业、闯关。那目的是什么呀？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语言思维，目的是让他能够听懂英语原版动画片儿。好，那在前2年，我们看一下，通过学得方式下，孩子在干嘛啊？他们学单词、学语法、学句型，感觉还挺有成效的，对不对？一上来我就可以认识26个英文字母了，一上来我就可以直接开始什么做题了。感觉好像这边的学得在前2年的时候，觉得比这个可能效果看起来更明显，对不对？好，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在第2年到第3年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孩子在干什么。我们的孩子依然在看英文原版动画片，上课的时候依然在看老师在那儿夸张的演，对不对？然后呢，回去还是依然要怎么听音频、做语音作业。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入了什么呀？我们还让他去听一些绘本故事了，对不对？开始只读绘本了，开始学一些自然拼读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在干嘛呢？我们依然是什么呀？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在培养他的语言思维。好，到这儿我们运用他的语言思维，因为这个时候涉及到阅读了，对不对？我们要运用培养好的语言思维。好，并且这个时候呢，他能听懂并且去复述一些英文故事了。好，再来看一下学得，在第2年到第3年的时候是呈现一种什么状态？依然是在学单词、学句型、学短语。背课文、学语法啊，甚至可能还可以考个级什么的，对吧？似乎看起来好像还挺有成效的。到第2年、第3年，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分辨出到底哪个体系的孩子能力更强。好，我们继续来看，在第4年到第5年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的孩子开始看英文电影了。开始听这个课堂音，还是依然在听课堂音频，对不对？他能复述怎么样？英语故事。他开始听英文小说了，并且开始读英文小说了，开始学习美国小学语文课了。比如说会学习一些语法、阅读理解，还有写作了。好，到这个阶段，孩子真正的已经掌握了语言思维了，语言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什么呀？工具状，成为技能了，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的最终要达到的呈现的一种状态，英语成为了工具状。而继续看我们的学得这条路径，到了第4年、第5年，我们依然在学单词、学语法、学句型、背课文、考级，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结果就是学了呢，忘了再学，没关系，再学。英语学习呈现出非常枯燥的一种结果了，对吧？学习英语成了无底洞。你会发现在这条路径当中，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路径嘛，对吧？
我们一开始学单词、学语法、学句型，再学习一些语言的知识啊，为了一些考试啊，好像我们看似是能考出一个比较好的成果，但是我们到了初中还是要学，到了高中还要学，到了到了大学还要学。英语就是无底洞，我们学了10几年，可是依然怎么样？没有办法交流，依然没有让英语成为工具状。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最开始我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我们学习英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是我考个好成绩就可以了，那没有问题，直接走这条路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目的不仅仅是希望能够考试，还希望英语能够成为孩子的技能和工具，那么先习得后学得才是学习英语的正确打开方式。那这呢，就是我们整个5年的一个教学体系和规划以及学习路径。那5年之后呢，有的老师会问到，对不对？担不担心5年之后我们没课上了？有点担心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5年呢，仅仅是一个开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开始呢？因为当英语成为孩子的工具状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它的这个工具啊，运用它的这个工具去学习 everything 我们想让他学的。比如说一些学科知识，比如说这个我们用英语去这个品味一下莎士比亚的经典文学作品，对不对？去聊一聊人生，聊一聊哲学啊，聊一聊这个世界，聊一聊政治，聊聊经济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呢，把这前5年的教学体系呢，比作为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呢，你拿到之后，你就可以打开多扇门，去通往你想要通往的那个终点。好，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前5年的教学体系。那么后面5年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体系呢？那我们还正在研发当中。啊，那我把后面这5年啊称作这个精英教育啊，就是用英语已经不是我们的一个教学目标了，而是我们要用英语怎么样啊去学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英语啊，这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是说我1年2年就能够学得会就完全掌握了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要打10年为一个目标。啊，它是一个终身你需要去成长和学习的，就像我们的中文也是一样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所有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聆听。